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台积电在今年做了一个实验，而这个实验更强化了台湾、日本跟美国三边的一个关系。他们找了一个日本的女孩子，你现在到台湾的云林科大上课，我有完整的课程让你学习，不管是手机，不管是所有的 AI 的半导体运用，你都可以学到。学到了以后，你未来可以到了熊本的这个台积电厂继续工作。现在今年是一个，明年如果这个成效的话，增加到90个，而且你来到台湾4年的学杂费，台湾帮你出，都是台积电帮你出。台积电每个月还要给你1万元的生活费，这个对很多日本的年轻人来讲充满了诱因。但妙的是，现在我们对日本，我们等于说我们提供了课程，我们给你经费，我们让你来台湾学习，我们让你跟台湾一块进到台积电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可是如果你是中国人，就算你自己拿到学位，你自己学到半导体的技术，你想要进到台积电，那是门都没有。因为就有一个中国人，他就抱怨说：“我是中国人没有错，可是我是在日本拿到了学位，而且我也娶到了一个台湾的太太。但没有想到，当我把履历丢到台积电的时候，石沉大海，完全没有人理我。也可以看出来说，现在这个台积电难道已经变成了美国、台湾、日本整个紧密联盟的重中之重？透过这样的一个，我们有一个整个高科技半导体的铁盟关系存在在这个社会吗？好，在这一段里面，清华大学的助理教授何志勇也加入我们的讨论。何老师，你好。主持人宝杰哥，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志勇。好，刚刚讲的是，现在台积电没想到做了一个实验，把我给吓一跳。你台积电怎么那么好？你居然提供给日本的高中生，我有给你在云林科技大学一个完整的课程，4年大学你不用缴学费，而且4年大学的时间，每一个月我居然提供1万块钱当做你的生活费。另外就是台湾，我们派到了美国，不是讲的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台积电厂吗？大家开始讲水土不服啦，做不好啦，可是没有哦。现在在亚利桑那厂，它现在的良率居然比台湾还高4%之多，不但高4%之多。现在我们台湾到这个送到了亚利桑那人拼命工作，为什么拼命工作？开始落地生根，500个人在2年内竟然生了200个宝宝。而且不论是川普或是贺锦丽谁当选，这种所谓的美国、台湾跟日本3个国家半导体结盟的态势，而且现在已经是变成往下扎根到下一代。这已经形成了，而且中国是真的被排除在外，排在外面，对，而且非常严重。譬如说，最近就有一个中国人就说：“我在外国念了书，我外国念了书的时候，我娶了台湾老婆，我要进台湾的台积电本部行不行？”但是人家就说不用想都别想，因为你只要是台湾籍的话，中国籍的话，直接就劝退了，所以说不可能，所以你不可能来台积电本部工作的。而且那个人讲说，我的条件非常好，是我在日本的工科硕士班，对，日本工科硕士班里面，我对半导体，我对电子化学，我对电池，对，我都有涉猎，对。结果我要到这个台积电的这个结果的时候，他知道你是大陆籍的，知道你是中国籍的，对，直接把你退回去了。对，也就是说，现在坚壁清野的程度是连用人一开始都不能够用你了。好，那什么叫做向下扎根呢？宝杰，那最近一段时间来说，这个全日本就关注这件事，因为有一个日本的留学生来到我们云林科大念书，一个女生19岁，高中毕业来到来到台湾念书。好，那为什么来台湾念书呢？因为她是台积电第一个示范的这个所谓的大学生。你说就她？对，没错。真夏彩英，对，19岁，对，日本高中刚毕业，是高中毕业了以后就来到台湾，到了云林科技大学，对，真的给她非常完整的课程，而且每个月还给他1万块补助。对，没错。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哈，他只要4年200万日币以上的这个学费完全全免，然后每个月大概给你5万日币的这个生活费，而且这个费用是谁出？虽然说云林科大给你钱，但是其实背后就是台积电出的。台积电在办这样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呢？他希望从日本直接把学生招过来之后，学费、生活费全免之后，费用由台积电出，然后入社，你毕业之后要加入台积电的入社考试，就是你要考试。那考试来说，假设你能够进入台积电，你就进入台积电，对，当成台积电的工程师。没有进入的话也没关系，台积电也不会要求你不会要求你说你要返还，反正我们就是培养未来下一代的这个状况。所以，现在日本的媒体大幅报道，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 TSMC， 也就是台积电半导体人才育成里面，现在向日本募集学生，刚刚讲到的，你连刚刚讲。
你的所有的补助金啦、你的学费啦对，我是全额补助。对，这是他在日本的这个招生的这个看棒，那日本的这个云林科大这样跟台积电互相合作。那你知道事实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今年只有1名，但是这个是非常示范性作用，对因为现在日本已经开始。今年只有他一个人真下彩对音，，但是因为这个第一年开办，所以难免比较没有人来。但明年说他们目标明年要有90个日本的留学生来，所以明年可能会有大举的日本人学生来到这个地方。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目前为止来说，台积电需要相当大量的人才，人才不是只有台湾，连日本也是一样。日本可能未来熊本厂就需要这些日本人，那我们就宁可台积电自己训练比较快啊，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好，那事实上我们就仔细一看哦，这个类似跟台积电合作的专案里面，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课程呢？它主要3大课程，一个是仪器工程课程，一个是智慧制造学科，另外一个是制程的这个模组的这个学程。你看它学程里面五花八门，对不对？但你看它的这个云林科大跟它合作就不太一样。你看大学的话做的就应该念的就是大学的水准嘛，没有，它很多部分你可以要研究所，也就是说它其实程度要念到研究所程度。所以这个课程就是台积电专门在云林科大，对，我就设了这个课程，我就专门培养半导体的人才。对，因为刚刚讲的，你中间有些什么是电子科学的，是工程的，是机械的，是资讯的，是电机的，是机器人的，是这些人，我把你综合起来，这些人训练出来的，就是我台积电要的人才。台积电针对说我要的东西来说，我有专门要你加强的部分，譬如说你可以看半导体制程的部分，它要求你要念到研究所；半导体设备的话，我要求你要念到研究所，就是跟半导体相关机器人学，你看也要念到研究所的这个部分。那包括说智慧机器人，你也要念到研究所的这个水准；包括说像智慧制造里面来说，你也要念到研究所的水准。所以它台积电有根据我的需要。我要求你要念到不是只有大学，你要念到研究所的程度。好，当你念过这些学科之后，你看还有什么电路学啦、仪器分析、流体力学、实验设计等等很多课程，有些部分你要念到研究所等级。对，那你通过这个念完了这个4年的书之后，通过我台积电的考试，所以这些课程是台积电选定的。对，你就可以变成是台积电的工程师。那没有的话没关系，我再说一次哦，他不要这些日本人还钱哦。你如果真的没有考过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到另外去找其他工作都可以的一个状况哦。而且我当时本来非常好奇是，为什么是云林科大？是你说云林科大进去里面，他说连暑期班都是军事化管理。对，好，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就给到对，云林科大跟台积电是比较密切在往来的一个状况。好，那因为日本的这个学生，目前日本很多留学生来到台湾，虽然不是来到云林科大。还有来到包括说像我们的清华大学，或者来到很多大学去研究，那甚至最近日本很多高中生，他们做组团来台湾看台湾的大学，包括铭传大学很多大学，他们都要看说未来可以在这边念书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现在有看，云林科大到福冈去，在福冈召开所谓的对学生的这个招生说明，对，他们就主动到日本去，这个就在云林科大，对，到日本去招商。好，那云林科大还办一个叫什么台积电训练课程，这个训练课程是什么？暑期班。就暑假来说啊，你有3个班，7月29号、7月30号跟7月30号、8月1号的暑期班。那这里面比较特别是什么呢？他要求你学生你这种带笔，然后你不要带3C 产品，譬如说平板啊、随身碟、笔电啊、大型行李啦，我们都不负责。那你可以带手机，但是进入新训中心的时候就要集中管理，下课后才要归还。也就是说所以我去上这个课，对，我上课的时候不可以带手机，对，我上课之前手机要交出去集中管理。其实这就是台积电的规定嘛，你进入台积电的公司里面，你就只能用笔嘛，你这些产品都不能够带嘛。手机也是一样，你进入到训练中心之后，台积电的公司之后，你就要手机交出去嘛。所以它等于是从一开始就让你知道说，我们台积电就是这样干的。你来了之后，你只能用笔抄，那你这些所谓的东西来说啊，保密防谍，资料不能外流的重要性，从高中生就开始训练你。好，刚刚讲的。台积电现在没想到，透过这样的训练，我们居然大量的去训练日本的学生，大量给你各种的资源，给你课程，给你经费，训练好以后，等一下，这个是蒙达 gam 这一口一 gam 里够。对，第一个是我可以强化我跟日本的联系，第二个就是我台积电的人力不够，搞不好未来日本的这些高科技的人才、工业的人才也可以为台积电所用。但另外一个我们大家都没想到是，之前不是在讲吗？亚利桑那厂什么进度落后啦，工程经费一直在暴增啦，那大家苦不堪言啦。可是不对哦，现在最新的资料居然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良率居然比台湾还高，好了4%左右。怎么好这么多？原来最关键是我们现在有2种说法，一个是我们派了500人，有人说我们派了1000人，这1000人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当场有任何的问题，就是这些台湾人负责。而这些台湾人负责的时候，他们的福利非常好，而且。
如果是不管是500人或者是1000人，他们这2年的时间，竟然在美国生下了200个美国宝宝。没错，实际上这些到美国去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员工，一开始大家都说，哎呀，美国人难管啊，我去那边不想，大家都认为是个烂差，对不对？但没有啊，其实，在台积电很多人要去，为什么很多人要去？你只要看这个结果就好。他们去了500个人，这个王美花说了，去了500个人就生了200个宝宝，500个生所以你就200知道个。说他们其实去那边干什么？蒙拉甘塞口，哎，我到美国去工作当然 OK 嘛。那我未来搞不好可以透过工作拿到绿卡嘛。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直接那边生小孩。因为美国是属地主义，我要生出来的话，美国宝宝它本身就是美国籍，美国籍来说，我未来就可以依亲，我就可以到美国去了。所以等于是说，为什么要这样？你看他很夸张哦，对哦，这个就是台积电在美国的餐厅。对，台积电目前在美国餐厅，他前一阵子有释出很多照片，餐厅来说，哎，真的是蛮豪华，里面呢你要吃东西什么的各式各样都有。对，那里面有台湾的珍珠奶茶什么你都可以喝，所以等于是跟台湾差不多。那福利这个状况都非常非常好。这是亚利桑那的台积电厂。对，就很像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度假中心这样的感觉。那你知道事实上他们说什么？他们自由这个我们媒体报道说什么？当地的侨务还有侨务跟侨胞透露说，越来越多的台积电员工选择在美国生孩子。他说每个月大概有20个案例，一个月生20个啦，所以你就知道这么多。哎，台积电在新竹它的平均生产力已经高于全台湾了。它在美国的生产力更高，对，所以你知道市场那么厉害，哎，500个人生200，二中1耶，所以你知道市场这个非常多，所以就是他们都希望，所以原来如此，他们难怪那么认真工作，我在那边生小孩之后还可以有这个美国国籍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了，所以为什么台积电的良率会拉得这么高？那因为他们在那边呢，这是他们的宿舍，对，因为他们在那边，他们有健身房，他们有补贴给员工这个住宿的费用，那他们可以在当地自己租或者自己买都有，那按照这样一个房子来说，一个月租大概也要好几千块美金，这个台积电有补贴给你。那因为呢，有这些台湾的员工进去，再加上美国员工互相磨合，现在良率已经来到了这个约莫是90几%，比我们台湾的4奈米还要高上4% 左右，所以其实是非常厉害。所以就是说，因为有台湾跟美国的工程师互相的磨合的时候，让他们的良率大幅提升的一个状态。所以事后你说，你如果从光是人才的交流就看得非常清楚。是台湾现在跟美国有人才交流，我现在跟日本也有人才交流，对，唯一不能有人才交流的，对，就是中国了。宝姐，我们不只是跟美国、跟这个日本有人才交流，德国也是。现在也有很多德国留学生准备来台湾，我们也要准备训练德国的学生，所以跟德国也是一样，因为台积电的关系，跟德国产生了这个人才的往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坚壁清野的程度。我们知道前一阵子不是发现到升腾910B 有用到台积电的晶片吗？台积电马上就已经这个再三的这个澄清说，我们绝对没有出货给华为，而且还跟美国商务部讲这样一件事，所以再三你看爆发这件事，马上就澄清。另外是什么？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科林科磊应用材料都已经跟他的供应链说，我们在未来的几年的时间点，要把中国的供应链完全排除出我们的供应链之外。你说在整个 AI 科技的这一块，完全的坚壁清野，也就是说我不能够用这些产品，因为未来假设美国，因为现在不论是川普当选或是贺锦丽当选，对中国的科技战只会更加升级。升级来说，只会防堵的更加严格，因为那这一次的漏洞，譬如说像这一次的这个升腾910这件事情，那现在选后美国的新国会就会调查这件事。所以呢，事实上这就对台积电可能会有影响啊。然后你就知道，美国众议院的这个中国事务小组已经说我们要调查这件事。对。所以呢，事实上还有很多漏洞，在未来贺锦丽或者川普上台的时候，一定会把它堵住。那这个，而且彭博社讲，这个消息一出来，美国商务部全部都跑来台湾问了。所以呢，事实上这件事你就知道说，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的这种所谓坚壁清野程度，一定还要再往上升级。那不只是台湾，连美国内部的这个高科技公司都知道是这样。所以我才说嘛，这个跟中国坚壁清野，这是持续进行的。但是美国跟台湾跟日本，还有我们跟德国之间的往来，会随着台积电会越来越密切。好，辉哲，这我们讲，我们台湾去熊本厂，我们台湾去亚利桑那厂，我们那个透过台积电。张忠谋讲了，全球化已死了。可是我们在全球化已死的状况下面，其实我们跟美国跟日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那你在讲这个东西，你有没有感觉啊？什么叫越来越密切？搞了半天，现在的人才交流这么密切，是，而且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是，你看，你只要进入到台积电，几乎没有国界。
你日本的学生可以来台积电这边学习，但对同时我们的台积电在日本也是大举招人，你知道吗？他们说，光是去2023年哦，他们那个日本的熊本厂就有125人聘雇当地的人，然后2024年就今年来到了256人，到明年2025年，你知道多少人吗？600人所以它几乎是每年数倍的一个增加，其中明年的600人里面有100人是高中生，他就说你高中毕业你就进来，你就变成是我的作业员，我就可以从头开始来跟你，而且其实薪资水准以日本当地来讲，其实不算不错哦，他们大概那个如果是以高中生进去的话，是19万日币，换算我们台币是3.8万元，然后如果是大学毕业的话，进去大概是28万日币，然后我们台币大概4.4万元。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过去一段时间薪资也受到一个就是一直限制，经济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之下，这个在当地引起很多的那种学校想要去合作，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你就知道，当你台积电的招牌打出来之后，我跟你讲，大家都挤破头，各国人才都希望能挤进去。这我们刚刚谈的是日本，对不对？其实美国也是同样的状况。前一阵子我们其实去年的时候讲说，美国这个工厂盖完之后，会不会那个学徒找工人有问题啊？因为美国的一个相关的制度，还有他们工会比较强啊，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了一些问题？结果你知道他们现在打算怎么样吗？现在有媒体报道，美国厂打算要用所谓的学徒制。他跟美国的那一些所谓技职学校或是美国的高中学校进行相关的合作，我跟你签，我帮你训练，你一毕业你就来我美国的台积电工作。他们有说我美国台积电，而且今天这2天最新的消息，现在美国总统大选不是要出来吗？然后呢，刚好美国的亚利桑那厂大概12月应该是会完工，送给新总统、新美国总统的大礼，什么要扩厂？他们现在在讨论这件事情哦，而且我们在讲说亚利桑那也不是也是这次的摇摆州吗？所以我觉得，当你的台积电在那边包括跟当地的人连接，包括你培训当地的人才，包括就是说你在那边经济或者是各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事实上当然也会协助台湾在跟美国跟日本这些国家里面形成不管是在国家安全上还是产业经济安全上，都形成非常好的一个防护力。所以他在亚利桑那还拍了这样的一个宣传片，我还透过在这个地方你刚刚讲的学徒制去招募他的这个学生进来。是因为其实他们可能搞不清楚嘛，而且他们就说他这个学徒制要教你的是包括他们的技术人才，包括是那种水电，因为水电的这个部分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你从台湾特别过去，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就说他们真的就是从大学、高中这边往下扎根，然后可以某种程度上把你台积电的各种专业跟你的文化就可以扎根在亚利桑那厂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未来不管是日本厂、美国厂、台湾厂，讲一句实在话，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台积电的人。好，宇轩，现在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真的是我少受无法想象。以前台湾跟美国的关系都要遮遮掩掩，我过去就算跟你买东西，我过去跟你就算有任何军事合作，我一定要在台面下，我绝对见不了光，见不得人。可是没有想到，前2天我们就讲嘛，我们现在这不是台湾自己讲的，那是美国的网站直接把它公布讲说，我们台湾的军人跑到美国去学海马斯火箭弹的整个操作，怎么架着这个飞弹车，我怎么发射，我怎么维修，结果才刚刚报道完没多久，海马式火箭弹就来了。把那个如果说晶片半导体呢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那不好意思，整个台美之间的战略已经真的合作了。为什么？各位，你先看这张图，当时呢，我们就是派员去到美国去受训，说到底怎么使用海马斯火箭弹，就没有想到，各位，他是把什么？把美国的国旗。中华民国的国旗就这样直接放给你看，就说中华民国跟美国我们2个是站在一起的。你以为说这个火箭弹只要运送过来就可以使用吗？不是，最重要在于它弹药的装卸速度。宝大哥，你知道熟练的，我们讲海马斯火箭弹操作员，他最快操作，包括我们的弹药装卸，他可以多久之间装卸吗？多久？3分钟。等于说我打完之后，我马上，因为它后面有一个 U 型槽，那个 U 型槽就像那个卸货一样，然后把那个模组卸下来之后，马上把不管你是要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装上去之后呢，未来甚至还有什么 PRSN。宝大哥，你知道 PRSN 是什么吗？过去美国是不是军演说2发不知名的飞弹
直接把他们那种千吨级的军舰集成，对就是 PISM，搞不好这种还可以使用嘛。所以你一定要提前熟悉，说我怎么样去装卸这些不同的弹药、不同的速度，然后呢加以熟练，熟练之后它才可以发挥它真正最大的作用。因为海马斯这个东西不在于说它的非常强大，而在于说它的灵活性跟技巧性，所以它才会特别需要。你看哦，包括我们中华民国的弟兄。就去到那边第一线直接受训，而且受训之后不好意思把什么带回来了，把海马斯带回来了。对，海马斯也带回来嘛，人回来了，海马斯也回来，所以立即在第一时间，包括我们的西岸，包括我们的离岛，就已经进行部署嘛，而且不是一套哦，是11套就直接进行部署，代表上线即战力。我等于说我回国之后呢，马上这些海马斯它没有一个缓冲期，没有一个说回来就可以用了。对，马上就给你使用，而且。它连怎么使用，我跟你讲，美军已经连这个传授好了，包括说，我跟你讲海马斯怎么使用。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雷霆2000？为什么连中国都在讲说雷霆2000？因为代表说我们在受训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如何截长补短，包括这个高低差，我们都已经搭配清清楚楚。所以回过来之后，各位，抱歉，这个海马斯绝对跟乌俄战中的海马斯有得比。也就是这样的，你现在要渡海来台，渡海来台在100到200公里之间。你现在如果在40公里以内，我雷霆2000可以负责。可是如果在70公里以外的话，你源头打击，你才刚刚要离岸，就变成我海马式的火把了。因为这跟过去战术完全不一样。各位，过去我们一直在讲说，如果它侵犯到海峡中线的时候，我们要有所反应、有所应。你现在不是哦，你想想看，如果配合我们的雷达征收，配合无人机的征收，甚至配合美国的地域起降计划，只要在中国沿岸，包括厦门、泉州，甚至我们讲到上海，有风吹草动，甚至有军舰离港，甚至有2栖登陆舰有动作，甚至有机舰起飞了。请问一下，只要被我们侦测到，第一时间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以前我们无可奈何，但现在不好意思，海马斯火箭弹300的航里，全部都在范围之内嘛。所以以前我们讲台湾距离厦门最近的地方才160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情况之下，你所有风吹草动，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源头打击。因为各位，海马斯分为2个，第一个叫做所谓的多管火箭，多管火箭就是说它一个海马斯系统可以占6个最远75公里的这种射程。另外一个叫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它就到300。但是在未来，你想想看哦，因为美国现在也在升级哦，有一个叫做 PRSN， 这个叫做精准弹药打击系统。如果配合这个的话，那各位。这个是整个比陆军战术导弹更深一级的，等于是你中国沿岸都会在我的侧击打击范围之下，它会产生十足的恫吓效果嘛。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当海马斯来的时候，中国这么紧张，还要主动去宣扬我军威武，我们有红旗19，我没有在怕。各位，我们买军购，中国从来没有反应这种反应的，通常都是笑你破铜烂铁。而他今天的反应是跟你讲说，你这个真的有吓到我，源头打击哦，我有因作为哦。好，那另外我们看到北韩这次不是派了部队到了俄罗斯。北韩到了俄罗斯了以后，他发现一个问题是，北韩的部队从来没有跟外面接触，他对整个国际形势并不了解，他跟俄罗斯根本没有联合作战过，没有联合作战，你连一个最简单的步炮装的联合军演，你连一个双方怎么行进、怎么搭配你都搞不清楚，所以如果你没有联合军演，你根本没有办法跟美军合作。刚刚不是讲吗？我们今天买了你海马斯火箭弹，我不但是把你海马斯火箭弹买来，我们的人也派到那个地方受训，我怎么样驾车、怎么装填、怎么射击、怎么射控，都在这次的训练过程里面。还不止如此，现在媒体还特别报道，我们台湾的部队在8月的时候还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北方打击军演。我们现在已经不演了，以前是派一个班，以前是派一个排，现在是整个部队拉到美国去参加联合演习。宝大哥，这叫有来有往。首先我讲什么叫做有往，就是我们国军的弟兄有去到美国演习，这是他们的北方打击演习。我们讲各位，超过1000名的这个人士呢，总演习6000人，我们台湾国军弟兄的影子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说陆军，他是机步333旅，对，机步333旅就是以前我们的天下第一师改过来的。对，没有错。而且他想定的，各位你要知道哦，台湾绝对不可能说凭我们一己之力就把中国所谓来犯主角以外。但是呢，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跟美军进行所谓的联合搭配的演练，包括我们讲的跳岛战术也好，的确它可以第一时间呢所谓的地域景象，或者说在海岛里面的歼敌于源头。但是这也要跟美军配合。但是我们的想定如果没有办法完全配合在一起的话，讲白了，单靠我们的海马斯也无能为力，也无用武之地。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Link 16，甚至我们讲的整个打击演练，等于就是说在战争一旦发生的时候，台湾承受第一线冲击的单位。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后方会有后援，美国会在时间之内会如何来去因应，如何来去配合，如何来去协助我们。而且把那个发布这篇新闻的是谁？日本，是日本所以这就是美日台3方联合在一起嘛。好，所以瑞德刚刚不是讲吗？
你现在本来公布的是我们现在的部队到了美国去学怎么去操作海马斯火箭，海马斯火箭的火箭车跟这个弹药其实都来到台湾，这个等于说美国就公布我也不演了，我现在跟台湾就是这样紧密相连。这个最让我惊讶的是，我们居然是派了我们的联兵营陆军机部333旅跑到美国去参加军演。以前我们去参加军演是吧，派一个班，最多派一个排。我们现在派一个旅去了，对，没错。那么之前呢是派2个联兵营嘛，那么现在呢把整个旅全部都派去。那么旅派去了以后，就是一个大部队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训练嘛，训练完了以后呢，马上就是实战验证。所以呢，我们跟美军在战场上面的沟通呢，越来越这个绵密啊。这本来我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重要，这次北韩跑到俄罗斯。然后北韩跟俄罗斯根本鸡同鸭讲，北韩跟俄罗斯完全不能交流，完全不能联合作战，我才知道这个重要性。没有错，1+1如果不能等于2，甚至于还变成1+1，那就完蛋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联合协同作战。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跟日本的利剑演习人数越来越多就是你们一定要彼此之间2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军队呢，能够达到沟通。那么在最短时间之内，还有不会误炸误杀自己的友军嘛？所以这非常的重要。海马斯火箭弹这一次过来了以后，你知道，宝杰，你知道上次那么我们的雄升飞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雄升飞弹发布了以后，你知道中共发布了一个什么新闻吗？中共立刻在整个福建跟附近的沿海布置了相关的防空飞弹那我们这一次海马斯火箭弹不是今天披露了吗？10月底已经来了嘛，11套来了以后吗？中共今天又宣布，下个礼拜的珠海航空展将有史以来第4那么的展出这个所谓的红旗19防空飞弹，因为它可以防弹道飞弹，讲明了，你就是冲着这个海马斯火箭弹来的嘛。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意思就是不要怕，不要怕。因为今天有个新闻说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火箭弹可以直接打到中国沿海的这几个城市，所以他意思说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有红旗19，而且不用怕。如果不用怕的话，你干嘛公布这个东西啊？你根本可以完全不要理会台湾嘛。不是，而且我最不理解的是，这次以色列不是奔袭了2000公里去攻击伊朗吗？攻击伊朗，我们只有谈到有萨姆300，有萨姆400，可是更多的它也有红旗耶。红旗是连动都没有动，就直接被以色列的军机 F-16跟 F-15干掉了。那么这一次呢，告诉各位，台湾很简单，台湾我们在最靠近中国的这个2个小岛，一个金门，一个马祖，这2个小岛上面，我们只部署雷霆2000。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万一发生状况的时候，雷霆2000它从15公里到60公里不等杀出去，它一出去就是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一个杀伤力，人员的杀伤跟战甲车的杀伤力。他用这样的方式，难道为什么不部署飞弹？因为离得太近了，万一一个不小心，你的飞弹可能这些精密的飞弹。可能都还来不及射击，就可能被人家俘虏了。所以呢，我们在金门跟马祖不部署这个所谓最精密的这个高科技的飞弹。我们的雷霆2000放在金门马祖，没有错。我们的现在的想法就是，第一线金门马祖放雷霆2000，第2线东引跟这个等于说澎湖的西莒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防空飞弹跟我们的反舰飞弹的大本营。再回来有北中南3个区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个淡水这个地方。全部放我们的反舰跟防空飞弹。刚刚宝杰问得很好，我们的海马斯火箭弹会不会成为他们第一个猎杀的对象嘛？必须被炸掉啊！我们最近不是买了3套，总共3套，那么相关的这个所谓的中程的这个美国的防空飞弹嘛，123枚增程型的飞弹嘛，就是冲着这个相关的布局来的。我们有天弓2、天弓3，有爱国者，但是呢，他们实施不同的功能，包括防空的跟反舰的。整个台湾现在整个西部，第1层金门马祖，第2层那么东引跟这个等下澎湖，第3层就是北中南这些地方，全部冲着你来，包括来自于空中的，包括来自于海面上的，全部冲着你来。那么因为海马斯火箭弹它是精准打击300公里，我的误差不到10公尺。你要知道这一次我们29套，现在来的11套，我们这个MGM 的124洞总共给他买了84枚，它的射程是160公里到300公里，它的误差不到10公尺。
我要讲白了啦，我要打你对岸的福建哪里，我就是打到哪里啦，很简单啦。那除此之外，864枚是射程70公里的这个航程火箭嘛，然后后面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雷霆2000呢，全部都是大举杀伤力，包括对人员跟战甲车的。你如果要登陆，我先用海马斯干掉你1/3到1/2，你还要再登陆，我再干掉你剩余的东西，等到你能登陆，你的动115，他们只能用动115的轻型坦克上来。我们台湾早就准备好专门对付中共动115坦克的秘密武器。好，只有当然现在对两岸来讲最关键的吧，现在是美国总统大选，到底是鹿死谁手？到底谁可以坐上美国总统的宝座？本来一开始讲说，川普上来以后2枪没有命中，2枪没有命中，照讲的福大命大，你这个机会非常高，而且拜登根本选不上去。本来川普赢定了，没有想到，我们看到了贺锦丽快速的整合，快速整合之后，贺锦丽是个草包，被人家看穿了以后，又往下跌，往下跌以后，我们看所有的赌盘没有说，全部都是川普赢定了。可是到了这2天，又有戏剧化的变化。那现在所有人都问我说，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到底谁会赢？昨天赌盘出现一些变化啊，赌盘有出变化，川普断头，现在两边又趋近于相等。川普赌盘断头，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因为听说啊，有一些大概是川普那边的支持者是受意去压川普赢。那后来美国FBI 现在在抓人，是就缩手了。现在现在大概是一半一半了。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反映在我们的民调上面。这个国会山庄报跟爱默生这个学院昨天发了一个这个封关前的民调。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一下美国总统大选它不是直接选举，所以拿的票多没有意义，对，而是要看选举人的票。那选举人票，因为其实像加州、纽约这种地方本来它就是会支持自由派的民主党候选人，所以连投都不用投了。今年的关键在于7个摇摆州，7个，所以这个7个摇摆州，我们只要观察它最后的结果，就可以决定谁会当选美国总统。可是因为昨天这个民调很有意思这7个州老实说咬得很近。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是《纽约时报》的封关民调。《纽约时报》我们知道它是支持贺锦丽的，对，所以它做出来当然会比较偏向贺锦丽。我们可以看很清楚，红色是川普，红色只有在密西根跟亚利桑那这个川普有胜出。这个 The Hill 的国会山庄跟爱默生这个大学做的这个民调里面川普是4胜1败2和4胜1败2和，4胜1败。贺锦丽只有在密西根州赢出。你看这个就跟《纽约时报》在前天做的完全是相反的，只是说多么接近，是因为这7个州里面老实说他们的差距都在误差范围内。因为我刚刚讲有多近，你知道吗？包括亚利桑那州50跟48，这个乔治亚州50跟49，都50跟48，这个都很近的，就48对48。对，所以像那个这个国会山庄，他们就做这个爱默生这个大学学院，它的这个它有个模型，它跟经济学人一样有个模型。那昨天封关的时候做了这个预测，他认为川普的当选几率是53%。那跟经济学人之前做的有像，但经济学人后来修正了，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后来变成50%对50%嘛。那53%什么意思呢？老实说也不是很高，就是说我选100次，对，川普会赢其中53次。可是现在照理讲，川普还是胜率稍稍高于这个所谓贺锦丽喽。所以关键点在哪里呢？因为按照他们昨天这个民调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发现在这7个摇摆州里面绝大部分的州有4个州，包括我们刚刚讲亚利桑那、乔治亚、宾州跟威斯康星州这4个州里面男生女生选民的选择有很大的差异，这也许是造成最后投票的结果。对，就是说大家会发现说，竟然在这4个州里面男生支持川普的高于男性支持贺锦丽超过10个百分点。对。相对来讲，女性支持贺锦丽的也超过川普10个百分点。最夸张就是在他们现在男女的投票这么分歧，最夸张在宾州，我们大家看宾州谁赢宾州谁赢选举嘛。对，宾州川普赢对手，在男性选票上他赢了17个百分点，那贺锦丽在女性选民上赢了川普13个百分点。但这个东西不足为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还有一张民调，我们看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出口民调美国总统出口民调，老实说那个时候当然是拜登赢了啦。川普其实在2020年他的主要支持群众也是男性，
你发现女性投票给他本来就不多了，对，本来就不多，所以这次女性不投票给他也是刚好情有可原，刚好而已啦。但是问题是今年有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发现在这7个摇摆州里面包含像宾州我们讲宾州好了，宾州是美国签独立宣言的地方嘛，这有它的重要性在。发现有3万多个女性，她这次登记为民主党的选民，可是她在2020年没有投票哦，多了3万多票。这3万多票是什么？已经去投了因为美国有提早投票嘛。对，今年已经有1半以上的选民，美国人已经投了票。周末的时候，这个数据是7000万人。上次大选，美国大概是1亿5千万人出来投票，所以现在已经在美国，明天即便现在在开始投票，要开票了，美国已超过1半人投完票了。所以这些人上次是没有出来投票的，那这次他会投给谁？很有意思。当然他是注册是民主党嘛，所以他很有可能就是投给贺锦丽。那另外呢，就是在亚利桑那里面，亚利桑那州，我们发现有提早投票的选民有1/3，就是31000人啊。这31000人不分男女他这次登记是不支持，既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他投了票，占了1/3。这些人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今年其实相对诡谲啦，因为上次看起来是觉得川普基本上大势已去，但今年到现在两边还有得拼。